你有没有想过，深夜辗转反侧时，究竟是什么在暗中操控你的命运？为什么有人生来坐拥豪车别墅，而你却为房租和账单夜不能寐？真相令人不安，一个叫28定律的铁律悄无声息地主宰着财富、权力和人生。今天我们将撕开社会表面的伪装，深入这场惊心动魄的游戏，揭露80%的人为何注定被20%的人掌控。准备好了吗？系紧安全带，跟随我们直面这个残酷而不公平的世界。28定律。28定律又称帕累托原则，揭示了一个震撼的真相：在任何一群人或事物中，最关键的部分往往只占20%，其余80%虽占多数，却影响甚微。这不是猜测，而是被现实反复验证的铁律。想想看，20%的客户为企业带来80%的销售额，20%的罪犯犯下80%的罪行，20%的司机引发80%的交通事故。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全球80%的资源竟被仅20%的人口消耗殆尽。财富分配同样如此，80%的社会财富牢牢掌握在20%的人手中。医疗资源呢？20%的人口和20%的疾病耗费了80%的医疗开支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一个赤裸裸的现实：世界从不是公平的。公平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幻想。社会像一座金字塔，顶端20%的人掌控一切，底部的80%只能为生存奔波。你是否想过，自己究竟站在这座金字塔的哪一层？你的未来是否已被悄然锁定？阶层固化，社会阶层正在无声无息地成型。房地产就是明证，富人聚居在奢华社区，豪宅林立，保安严密；穷人却挤在破旧的出租屋，环境嘈杂，生活窘迫。社会阶梯一旦筑成，向上攀爬将难如登天，壁垒高不可逾。阶层流动，也就是穷人变富、富人落魄的可能性，在未来10年将逐渐封闭，最终走向世袭的深渊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只能打地洞，这不是笑话，而是即将降临的现实。看看周围吧，富家子弟接受顶尖教育，进入名校，暑期实习积累经验，为日后管理亿万家族资产做足准备。他们刻苦不是为温饱，而是为掌控。而一些穷家孩子呢？沉迷吃喝玩乐，追求名牌和超前消费，即使找到一份刚够温饱的工作，也难改挥霍的习惯。这就是贫家出娇儿的悲剧。压力不止在一代人身上，若不努力，今天的困苦将殃及下一代，让子孙世世代代难以翻身。因为阶梯已成，投机逆袭的机会越来越少。对于能力平平的人来说，哪怕制度设计的再平等，命运也似乎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。20%和80%的结构终将封闭，然后崩塌，这是历史规律。新崛起的王朝或势力，几年后仍会重回28定律的金字塔格局。就像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，农民起义推翻皇帝，自己却成为新皇帝，继续压迫他人。这是人类私欲驱动的循环，无穷无尽，永无止境。不管当年的20%落魄成如今的80%，还是80%逆袭挤进20%，大局始终不变。少数人统治多数人，在动态中保持稳定，直到人类文明的终点。残酷真相：个人经济困境的根源不是物价涨跌，而是你身处的阶级地位。有本事挤进那20%的统治阶级，无论房价、油价如何波动，你都能从容应对。强大到一定程度，你甚至可以做局，操控市场价格，左右他人命运。而普通人呢？永远困在80%的被统治阶级中，一边被控制，一边心有不甘。这就是结果。记住，
被统治阶级就像圈养的牲畜，是实力集团那些靠利息、租金、资本获利的人追逐的血缘，供他们榨取一生。社会本质是分等级的，100年之内，社会结构注定是金字塔形，少数人掌握大部分资源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。人与人之间永远有差别，有层次，有高低。别指望80%的人能同时过上富裕生活，那是痴心妄想。即使未来某天真能实现，我们这一代人也早已化作尘土，骨灰无存，见不到那一天。这就是冷冰冰的现实。细想一下，普通人在经济上总是捉襟见肘，买房，首付像座大山；结婚，彩礼和婚礼费用让人喘不过气；生子，奶粉、教育开支压垮家庭；给老人治病，医药费高得令人绝望。每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行走。社会如同一场丛林游戏，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。归根结底，只有2种力量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。谁能成为统治者？不比聪明，不比创意，而是谁更能伤害谁。拥有最大伤害能力的人，终将握住统治权，决定利益如何分配。乌合之众与精英的博弈，80%的普通人就是乌合之众。人多势众，浩浩荡荡，却缺乏发言权、决定权和控制权。他们目光短浅，无法为长远利益团结一致。面对困难和诱惑，注定被分化瓦解，各自为战。而精英呢？就像俗话说的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即便落魄，仍有底蕴和资源，随时东山再起。博弈论揭露残酷真相，在力量不对称的游戏中，弱者讨论趋势，分析走向，只是自欺欺人。你的结局早已被社会地位和阶级框定。站在奴隶的平台，幻想主人的思维，不过是春梦一场。你以为自己在博弈，可连对手的资格都没有。想玩博弈，先问自己，你是棋手还是路边卖煎饼的？就像没钱付首付的人讨论房价毫无意义，涨跌只对买得起房或有希望买房的人有价值。对于永远买不起的人，房价高低不过是无关痛痒的数字。改变命运唯有靠自己，指望外部环境改善你的处境，是懒惰而愚蠢的想法。命运要靠自己掌握，努力赚钱，拼尽全力爬向上层社会，才能扭转人生轨迹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靠第三方，比如政府、政策或他人，改变生活状态是幼稚的幻想。除非做生意成功或冒险突破，否则指望打工薪水解决所有经济难题，不过是世上最美丽的童话。时间比财富更宝贵，学会管理时间比学会赚钱更关键。人生有5种直接改变命运的机会： 1. 出生有个好爸爸，给你财富和人脉的起点； 2. 嫁入豪门，借婚姻跃升阶层； 3. 买彩票中大奖，靠运气一夜暴富； 4. 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，助你跨过难关； 5. 子女争气，为家族带来希望。同样，人生有5种资本： 6. 政治资本，权力和影响力； 7. 经济资本，金钱和资产； 8. 关系资本，人脉和社交网络； 9. 健康资本，身体和精力； 10. 能力资本，学习和竞争的本领。机会也是一种资源，稀缺而珍贵。获取资源的终极途径，往往是血与火，是暴力。
历史告诉我们，权力的更替、资源的争夺从来不温柔。从终极角度看，我们都会死去，带不走任何财富，留不下任何痕迹。你在乎过程还是结果？答案是两者都重要。因为你和所有人一样，都是普通人，既渴望活得精彩，又希望结局圆满。社会本质是什么？人吃人。所谓双赢，不过是 A 和 B 联合吃掉 C， 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实现了双赢。真相就是动物世界，丛林法则无处不在。普通人挣扎，精英博弈，而命运的齿轮从不因你的抱怨而停转。以下50句话，每句都如刀刻般深刻，足以让你反思一生。一、老鼠嘲笑猫时，身旁必有洞，冒险前留好退路。二、山顶和山脚的人，彼此眼中都渺小，地位不同，局限相似。三、路的尽头仍有路，只要你敢走。四、不快乐源于芝麻小事，能躲大象，却避不开苍蝇。五、最好与最坏创造历史，平庸者繁衍种族。六、比被人议论更糟的是无人提及你。七、成功是站起来比倒下多一次。八、失败不代表浪费时间，而是重新开始的理由。九、不冒险有时比冒险更危险。十、所有人站一边未必好事，就像船会倾覆。11、爬到梯子顶端，才发现梯子架错了墙。12、偶然的成功比失败更可怕。13、才华是用相同聪明创造与众不同的价值。14、状态是干出来的，不是等出来的。15、道歉是为下次冒犯埋伏笔。16、百依百顺往往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17、儿童不宜是大人把犯错的风险留给自己。18、你想40公里时速开到80岁，还是80公里时速开到40岁？19、敌人面前，先镇定者离胜利更近。20、所有人皆平凡，知此者真正平凡。21、乞丐是向你良心征税的人。22、大难不死后，得的不是同情，而是莫名祝贺。23、身处社交圈是烦恼，超脱则是悲剧。24、厌倦是吃完盘中餐后对盘子的感情。25、追悼会先教人生哲理，在一起抽烟喝酒打牌。26、知识让人越学越饿。27、爱情会沉底，平淡中须常摇晃爱情之杯。28、战争舌头解不开，就用牙齿咬。29、恨人如围抓鼠烧房，鼠未必抓到。30、人生有许多梦，搅扰你的唯有行动。31、只有想不通的人，没有走不通的路。32、幸运因多看一眼，多想一下，多走一步。33、失败在彻底放弃后发生。34、敌人是逼你变强的人。35、胆怯者被危险吓住，懦弱者在危险中崩溃，勇敢者在危险后心有余悸。36、累人的不是远山，而是斜中沙。37、家庭幸福需夫妻同心，破坏却一人足矣。38、最懂你的有时是敌人，而非朋友。39、看心术，观眼神；看身价，观对手；看底牌，观朋友。40、魅力女人能挡男人的攻，也能阻男人的退。41、山盟海誓让高山海洋尴尬。42、好女人是学校，好男人可毕业留校。43、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44、别与傻瓜争辩，免得旁人分不清谁傻。45、加班废寝忘食，常是效率和能力不足的体现。46、做父母需专业，却多未经培训就上岗。47、想丢东西时别丢脸。48、年长者常反对太多，商议太久，行动太迟，后悔太早。49、
做生意时诱人放松警惕，自己却高度警觉。50. 成功是观念，致富是义务，快乐是权利。生活其实简单，不快乐皆因小事。我们能躲大象，却避不开苍蝇。社会真相是丛林法则，人吃人的博弈无处不在。别指望外部拯救你，唯有努力赚钱，提升能力，拼尽全力爬向 20%， 才可能改变命运。时间、机会、资源样样珍贵，抓不住，你将永远困在 80% 的泥沼，挣扎求生。这就是社会的真相。你准备好面对了吗？是甘于被统治，还是奋力一搏，挤进统治阶级？命运的齿轮已开始转动，你的抉择将决定一切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